一位声称是来自于2069的未来人呢，出现在了网络上。他表示自己来自于不遥远的未来。他介绍了未来科技发展的程度，有生物合成、个人银行、亚洲崛起的时代，以及机械瘟疫和磁极翻转等各大事件。他说：“我是从未来出发，我需要回到不同的历史片段呢，给予修正来启迪你们的潜意识。我的代号叫 KK。目前呢，我和你们沟通的方式呢是在网络中的光子层面。”他说我是非显化的状态就是非实体。我是把太平洋海底光缆中的一个场呢作为终端了，和你们来交换信息。他说我跟很多的文明都交流过，人类呢只是其中之一。我的主要工作呢是收集引导人类的集体潜意识里的思维扩散。我在这里和你们交流的问题和给出的答案呢并不重要，埋下一颗种子呢在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中在未来的关键时刻改变集体潜意识，才是改变世界的根本。而为了人类集体潜意识上传等信息呢，理论上来说我只需要人类的部分成员阅读到这些信息就可以了，这就是我回来的目的。所以呢，让我们进入未来人2069预言。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不要太当真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而未来人说50年内人工智能将成为自动化和工业革命的最大潮流。人工智能的科技发展将会把以后的生活工作中的形态呢大幅改变。未来人说我所看见的未来是一个叫镜像世界的未来。什么是镜像世界呢？镜像世界就是接近于 AR 的世界，扩增实境的一种世界，也是深入团体工作的场所。就好比是好几百万人参与世界规模型的某种类型的工作。虽然人类在现实的世界中各自住在不同的地方，却同时呢在未来可以在其他的场所呢一起经营地球规模的一种虚拟世界当中。镜像世界呢是最基本的一种说明是重叠于现实世界上透明的那个场所的资讯来观看世界的一种方法。而虚拟实境的 VR 呢是外界看不到镜中的虚拟世界嘛，而扩增实境呢是透过智慧眼镜看现实的世界。接着呢，虚拟的影像呢会文字和 3D 的景象呢重叠出现。譬如当我们戴上智慧眼镜呢，造访于某个古迹的场所的时候透过戴那个眼镜来看那个场所呢，便可以看见重叠的虚幻影像，可以显现那个古迹的历史以及过去呢是什么样子，而那种影像呢就会展现出来。而扩增实境呢也能用在现实的世界的比如说导游上就比如说一边戴着智慧眼镜呢一边走路，在某个场所呢呈现在眼前，就会告诉你该走哪一条路，就像我们的汽车导航一样嘛，会有一个箭头给你指出来。或者当你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有你之前的朋友或者是亲人呢之前在这个地方留下过讯息，那么当你来到此处呢，你就可以看他们留给你的信息。如果你不看呢，那个留言就一直会放在那里。另外当你与人见面的时候就可以在每个人的胸前看见虚拟的名牌的栏位，他会告诉你他叫什么。当你打算修理比较复杂的机械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导览的箭头，指引你这个螺丝起子该碰哪个部分，就像是宛如有一个师傅呢在你的背后在教你一样，与你用同样的视角和机械的知识呢来指引你应该如何修理。那么这些例子呢都是重叠影像运用的情况。另外呢也一定会谈到自动翻译的大规模的进步。他说语言呢届时会转换为免费服务，以往未曾有的大规模的团体工作呢就变得非常容易了，因为世界各地的人才很多嘛，但是他们的语言不同未来呢就会有自动翻译功能，过去被排除在外的人就会变得能够有意识形态的参与所有人的工作了。而在镜像世界中呢，历史呢将会变成一个动词，但是呢它会是一种付费订阅的服务，但是会物有所值。只要你伸出手呢，快速的舞动滑动空间就可以倒转时间，叫出那个场景以前的所有影像。当你走在故宫的道路上的时候便能够选择100年前、200年前的故宫的街角的模样，这里的场景会是什么样子，而且可以重叠观看。只要像戴在你身上的智慧眼镜人工智能询问这里的100年前是什么样子呢，既可以栩栩如生的展现在你的面前。而再稍微往前走呢，这里的街景就会变成那个时代的风景，也能够看见那个建筑物从过去一路如何演变至今的模样。所以呢，未来将这种技术呢就运用在了观光网站上，也能够展现其价值。比如我们去了罗马，询问某个建筑物呢在变成废墟之前什么模样的话，以前的这个建筑的情景呢就会重叠在废墟的建筑物的周围来显示了，能够从过去罗马的样貌呢亲身的感受到这段历史。所以在镜像的世界中，某种意义上来说是3次元空间加入了时间要素的一种4维世界了。
也就是某种意义上我们升维了。那个时候呢，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处就存在与实体同样尺寸的一个虚拟的数位分身了，仅需要你戴上智慧眼镜的时候呢，才会投影在实物上。那么这种场合配合戴智慧眼镜呢，某种意义而言就是取代智慧型手机公用的一种新型装置了。它的末端不会一直放在口袋中，而是戴在我们的身上，用于显示画面的穿戴型装置，也就是在你们的现在呢尚未问世的一种新型工具，就像是你们现在的 AR 功能的智慧型眼镜。所以在未来戴上这种眼镜后与远方的人可以远端的呈现状态，就是指相隔两地的人呢场景面对面的一种状态，一边共享设计尺寸，一边携手进行工作都可以。所以想象一下，当你打电话的时候，虚拟的影像便会投影在客厅，另外呢也能够映射出虚拟的友人、公司同事等等，与他们会面。你只要坐在自己的房间的椅子上就好了，接受着各种不同的资讯，会重叠在当时的场景当中。所以在未来现实世界中的道路房间、建筑等所有的东西，数位分身都会在镜像世界中出现，也能够运用到游戏、导览、上课和训练等各种不同的场所。所谓的镜像世界是意指可以透过机械认知读取世界，是在物理层面上将全世界数位化的一种平台。那么镜像世界经常会被称为空间网，那就是因为拥有3次元的广度嘛。由于在现实的世界中呢，变得可以运用空间的世界我们所制作的各式各样的人工物品呢，必须成为其中一部分的架构，那就相当于叫做映射了。比如说制作某个房间，这个房屋的地图呢，在这个镜像世界中会标识位置，显示诸如此类的相关联性的信息，是具有语义的一种关联，但是又是一种具有实体性的呈现。我们从很久以前呢，就一直针对物联网谈论过类似的尝试。但是物联网呢，是将有微小芯片的标签呢贴在所有的瓶子、椅子或者是书上，以无线网络连接此物，也提供电力的机制。但是呢，在未来呢已经过时了，因为未来是由人工智能认识影像，呈现空间中的物体，将所有的东西呢拥有语义的方式来连接，会更加的顺利。比如说你戴上智慧眼镜之后身处语义的一种网络世界，此时呢，当你看向桌子呢，有一个装水的杯子。那么透过观看的行为呢，人工智能会主动的帮你检测这个杯子，重新映射到这个世界。而结果呢，这个人工智能的配置就会收到报告，将杯子呢个别分离，以判断呢这个桌子上有个杯子，当你移动杯子会发生何事，或拿起杯子后会引起什么作用。人工智能也会告知那个杯子的种类以及是谁做的。因此呢，某种意义上这个杯子处在连接的一种状态，那并非是透过晶片、电流，而是有意识的人工智慧。所以基本上人工智能会看着我们的房间，认识每一个物体，甚至认知了品牌以及它的产品编号，该物品是何时来到这个家里的，如何买卖的。我们会实际上了解到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是有意识的一种连接。也就是说，语义网络呢，就是指把世界结构化，产生有意识的连接意识。当我走过房间网络上便会发生这种形式的理解。扩增实境呢，更像是铺设了通往语义世界的一种道路。不过为了得以实现呢，便宜且优秀的人工智能必须存在于各处才行。所以在未来，只要成为能够连接资讯的意义呢，都能够处理到语义网络的世界当中。所以人工智慧就会告诉你映入眼帘的物体的材料或者是名称以及它的产地嘛。所以当我们前往超市的时候，光看货架上排列的比如说蔬菜，就会知道它是有机栽培，它的产地在哪里，或者是人工智能也会告诉商品是否是你的喜好，或者是这个商品对你有没有过敏。除此之外呢，还会显示这种蔬菜的料理食谱卡路里多少种种资讯都会显示在你的面前。所以商品就会分成2部分嘛，一种是吸引你注意力的资讯，还有一种形式呢是人工智能帮你推荐东西。当你走过比如说像书店，它就会出现闪烁提示呢，这一个区域呢是你想要找的书的类型。那么在未来镜像世界的商业模式到底是什么呢？长期来说呢，可以认为镜像世界就如我们现在所交的这个水费、电费、网费一样，采取每月订阅付费的一个模式。在未来只要花费几千元买一副智能眼镜呢，就能够看到以上未来人所说的内容。那么从现在开始10年内呢，就会出现在工作场景能够运用的那基础款的智慧眼镜。那么这种工具主要运用在办公室工作以外的场景，比如在机械修理、工厂的培训、开发产品设计上。10年内呢，某些大型企业将会取代桌上电脑，学校呢也会引进这种初期款的智慧型眼镜。那么未来人 KK 说在2069年呢，金钱呢还对于未来个人呢将会变得更加多元化，普通人呢也能够做与银行相同的事情。
他说，在未来呢，把钱存入现实的场所必要性越来越低了，因为网络银行的增加，而过去的银行的业务如贷款定存业务、换汇、抵押等都被分割了。新的网络银行的出现只会受理这类型其中的一种，银行不会处理所有的业务，仅有定存业务、支票事宜等等。而这些服务呢，在实体银行逐渐变得不受理了，开始。因此，实体银行的运作呢，会变得像亚马逊、淘宝那种形式就是网络的一种虚拟商店。那么这种倾向今后也会持续的延续下去。而银行功能的虚拟化呢，会越来越进步，我们也不需要到银行窗口去办理业务了。在现实中，处理金钱呢，只是浪费时间，贷款等行为变得非常的轻而易举。在未来，假如个人手头有钱呢，也可以自己直接借给他人，而 AI 呢帮你做风险评估，这样呢，未来个人的 P2P 金融系统呢就成立了。那么未来人2069呢，他也说了，未来也是新生物时代，因为人工智能等工具会成为改造我们身体和生物学的现象而用。首先呢，我们会吃合成肉，比如说猪肉，有猪肉的细胞、脂肪、肌肉，但非饲养的猪肉而获得的。届时呢，不仅不用杀害动物，还能够制造更健康的肉，改变其味道，也能够提升肉的品质。由于生产效率太费工了，因此呢，我们那个时候不会制作骨头等不需要的一个部位，只会产生肉的部位。况且呢，获得的营养基本上与喂猪的营养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是大豆与玉米而合成的，就像是科幻电影中的情节只要我们有心想做呢，就能够做出任何的东西。那么在未来，合成肉的产业呢会蓬勃发展，成为重要的产业。另外呢，若因为宗教上的原因而不能吃肉的，比如说犹太教徒呢，也能够吃合成肉了。而且生物科技的新创公司呢，也会制造合成cheese，比如说没有乳糖或者是胆固醇的cheese。像许多亚洲人呢，会有乳糖不耐症不含乳糖或者是胆固醇的任何的cheese呢，都能够制造而产生。那么这种产业呢，会蓬勃发展。未来人说，今后5年电动车将会爆发性的普及。电动车呢是性能相当优秀的汽车，很早就普及了。而现况呢是逐渐会取代汽油车。那么现在仍然少数的供电站呢会逐渐的扩增。那么在5年内，几乎所有的新车都会变成电动汽车。性能佳的电动汽车的普及包含供电站、家庭电力供应在内的所有的设施都会逐渐的被替换。因为我本身是有一台电动车的，我觉得那是我过去所拥有的所有汽车中最棒的一种车子了，因为它效率佳加速和车子的性能都无可挑剔。那么购买这辆电动车以后呢，我这几年都没有去过加油站，因为家里有安了一个小充电桩，所以1个月充电的费用呢大概在200元左右吧。而且这个电动车也不用保养，非常的节省，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才是未来最佳的一个出行方式嘛。因为电动车节能、高效、环保，还不用闻汽油味。那么未来人还说飞行汽车将会先从各国的机场开始做起。未来的无人机呢将会代替送外卖、送快递、运输，非常的普及了已经。那么未来的大都市周围将会布满机械自动化农场。他说未来会出现巨型都市的集合群，每一个呢都是人口超1000万的都市，每一个巨型都市呢都在争夺人口，确保人口呢能留在那里。因为从2069年开始呢，全球人口就开始逐渐的减少，而这种趋势呢每年都会持续增加下去。这样下去呢，未来巨型都市呢将会拥有更多的权利的时代呢即将来临。而未来人 KK 还说未来将会是亚洲的时代了。现在相对于长期贫困的亚洲人呢，他们已经成为了中产阶级。那经济成熟的时间呢已经到来，未来许多人呢将会变得非常富裕，亚洲呢会一直繁荣下去。而欧美呢，则是站在领导位置的时代即将落幕。可能很多人都无法认知这种情况，所以当时他们的情感上呢是有所抗拒。那么在未来呢，亚洲各国的这种转变呢，仍然在发生。这些国家的下一代不仅完全近乎现代化，在许多方面可以超越欧美，已经达成了现有成就了。接着在不久的将来呢，亚洲也会在文化层面上脱胎换骨。他们将会创造出世界上人人都想购买和模仿的与现在截然不同的音乐和电影。那么下一个苹果呢，将会在亚洲的企业中诞生。未来人还说在亚洲的北方国家中呢，会出现一个人，他将会教导人们爱与和平，但是他周围呢会有许多的伪君子因此他也会有许多的起伏。那么这些伪君子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真正人类的恩典，所以这些人当中呢，有些人的学问有好有坏，坏人呢就会做坏事，他们将自己的意识会下载到超级电脑或者是机器人体内，从而达到某种意义上的永生，造成了科技泛滥。
由于当时的纳米科技制造成了微小型的机器人啊，可细小至一粒原子的大小，成为了能够自我复制增值诺伊曼机器。具毁灭性兼极难抑制的一种机械瘟疫呢，将泛滥成灾，所以给人类的未来呢带来了无尽的烦恼。那么那些善良而又明智的人就会发现啊，所有做过的这些努力都一文不值了，它会导致世界的毁灭。之后呢，人类为了抑制这场瘟疫灾难的蔓延呢，拯救地球，将被迫的发明出诺伊曼机械停止自我修复的超微小型机器人。所以事件被平息之后呢，人们就开始意识到了精神力量的重要性，然后开始在冥想中寻找智慧了。未来人还说呢，个人物质的身体是来源于宇宙，意识呢也同样来源于宇宙，而这种关联呢，就是通过意识建立起来的。当你所想的、所关注的事无论好与坏，都会被宇宙无限放大。好的呢，正向的、喜悦的事情宇宙就会给你更多；而坏的、负面的、压抑的呢，宇宙也会给你更多。因为宇宙只会持续的给你所关注的事情。当你特别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宇宙反而会拉远你和这件东西的距离。当你无限的敞开的时候呢，宇宙就会给你所想要的。这就是宇宙的平衡机制。比如说金钱，不要出于对金钱的缺乏而更想得到它，你越想得到呢，就越得不到，而是要出于兴趣、价值、爱和付出，这些呢，宇宙才会给你更多。那么宇宙中的财富呢，只属于应该得到它的人，否则宇宙会通过各种方式拿回来。所以在未来呢，当人们开始更多冥想的时候将会更接近神的智慧。但是呢，有些为时已晚了，因为邪恶的人已经污染了整个地球，而导致了在未来的地球磁场呢将会发生逆转。逆转会破坏网络，损坏卫星，加大测网层空间，植物呢将会面临灾难。那么一场大的饥荒将会出现，所以许多人会因为饥饿而死。最后呢，能够坚持到底的人将会活下来，因为神将拯救他们。之后呢，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当然了，我们也不用过度悲观因为这个未来人呢，我们无法证明它是真的，而预言呢，大多数都是一种对未来的憧憬和想象嘛。所以用一种开放性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事物，知足呢才会幸福，珍惜当下嘛。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别忘了宇哥与小唐的视频是每3天更新一期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